所有同学不可以离开校园，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。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学校操场，操场上早就排起了长队，从左往右数，有4个核酸点，前3个核酸点都排满了人，只有最后一个核酸点孤零零的。最后一个核酸点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头发很长的女人，她低垂着头，看不见脸，给人一种非常阴沉不好的感觉。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没有去第4个核酸点。我数了数人数，发现中间2个核酸点队伍都排满20人了，只剩下第1个刚好有3个位置空出。小美说：“我们去排队吧。”这时我迟疑的开口道：“怎么样才算是最后一个核酸点呢？如果从左往右数，最右边的就是最后一个，但如果顺序是从右往左呢？那么第4个核酸点就会变成第1个。”核酸排队时间只剩下了半分钟，我们必须做出决定，是第1个还是第4个？宋妍和小美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我，我后背绷得很紧。20秒，15秒，突然天空闪过一道惊雷，此时操场上的路灯似乎突然出现了问题，一瞬间操场陷入了黑暗，周围响起了短促的尖叫声。终于我发现了异样，操场上的光线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第4个，我大吼一声往第4个核酸点跑去，宋妍和小美紧跟着我，其他学生都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们。不是说了不要去第4个核酸点吗？第1个队伍还有空的位置啊，你们不觉得第4个核酸点的那个工作人员长得怪吓人的吗？人群里发出了好心的提醒声，我没有理会他们。最后1秒，我们3个站在了第4个核酸队伍里，近距离面对这个女人，我整个身体都止不住的在颤抖。女人的头发仿佛很久没有梳过一般，我感觉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，甚至觉得是不是一开始的决定是错误的。张开嘴巴。女人的声音格外嘶哑难听，我胆战心惊的张开了嘴巴。好在核酸的过程非常顺利，我刚要离开的时候，女人却突然用力地抓住了我的手，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我的心脏跳得飞快。下一秒，她松开了我的手，我的掌心里多了一张纸条。下一个。女人再次低垂下了头。我们顺利做完了核酸，我小心翼翼地展开了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：你其中一个室友是假的，小心他，切记他早已被感染。我后背一阵发冷，我扭过头看着身后站着的2个室友，陷入了沉思。宋妍好奇的小声问我：酱汁，你怎么知道这才是正确的核酸点？我的眼神移向了第1个核酸点，解释道：还记得刚刚操场短暂的停电吗？那时候操场短暂的停电之后，我看不清所有人的脸，但唯独只有1个人的脸却是能看清的。第1个核酸点的工作人员的脸是微微发亮的，这根本不可能是正常的人类。听完我的话，宋妍一脸恐惧道：那这些排错队伍的人……这时异变发生了，第1个核酸点做完核酸的一个男生突然涨红着脸，捂住了自己的喉咙，发出了嗤嗤的声音。下一刻，他发出撕心裂肺的呕吐声，吐出的呕吐物里全是密密麻麻蠕动的黏腻的虫子。好痒，好痒啊！男生使劲地抓挠自己的皮肤，我头皮发麻到了极点，他显然痛苦到了极点。这骇人的一幕让很多人发出尖叫声，但很快又有人痛苦地开始抓挠自己的脸。他们的症状和死去的男生一模一样，其中一个症状轻微一点的男生愤怒地冲到了工作人员的面前：你刚刚给我们做核酸的时候，对我们做了什么？但他很快便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，那些一根根医用棉签上竟然攀附着无数颗像是虫卵一般的颗粒。此刻的操场宛如地狱，排在第1个核酸点的学生全部死亡。所有人都清晰地认识到了一个事实：违反规则的下场极其恐怖。这时广播里班长的声音再次响起：本次核酸筛查结束，感谢同学们配合，现在请同学们回到自己的寝室，但注意，请小心回去的路。